亲手摸一下陆战之王 VT4是什么感觉呢？爽！然后再踮着脚尖看看 VT5的105毫米炮口粗。相信你也注意到了啊，在绝大多数坦克主炮或者是自行榴弹炮，甚至是舰炮的炮管中间都有一个鼓出来的包，就像这位老哥摸着的地方。如果这里看的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 M1A1 上的鼓包是足够明显了。所以它是做什么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开炮呢是需要燃烧火药的，而燃烧火药都是会冒烟的。小男孩都会做一个很酷的动作，就是吹手指，然后想象自己正握着一把酷酷的手枪，正在吹掉开枪之后从枪口冒出来的硝烟啊。本质上呢，不管是枪管还是炮管，都只是一个两头开口的管子而已。所以这个烟子呢，它既可以从炮口跑出来，当然也是可以从炮尾跑出来的啦。要是不注意的话，就会被呛到够呛啊。当然这在与自然直接相通的 M110自行榴弹炮上呢，不是个问题，你顶多躲一下就好啦，一阵小风就把它给吹散了。但是如果炮尾是被装进了一个密闭的空间，比如坦克里面，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不仅会让炮塔直接变成毒气室，也可能因为在残留着火星的高温废气排入后，引爆炮塔里面储存的弹药，直接就跳过慢性死亡的过程了，相当危险啊。所以是要绝对避免的。于是这个东西呢，它叫做火炮抽气装置，就是负责让开炮后产生的烟雾只从炮口一个方向出来的。听起来很高级是不是？但其实它特别的简单，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活动的部件，基本上就是把一个直径比炮管略大的罐子扣在了炮管上而已，只不过需要在被它扣住的炮管上斜着钻几个小孔而已。它是这么工作的。当爆炸的高压燃气推着炮弹飞过这几个钻在炮管上的小孔时，燃气会顺势压入到抽气装置的罐子里面临时储存起来。随着炮弹继续前进炮管里面的压力开始下降了，直到它最终飞出炮口，炮管里面的气压呢就一下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大气压了。但是此时抽气装置罐子里面的气压还很高所以它就会像是一个打开了的高压气瓶一样，管你炮管里面还剩些什么东西呢，都一股脑的给你吹出来了，正好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而且即使此时炮手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炮膛准备装弹，由于里面是负压，所以它只会从炮塔里面吸气，而不是往炮塔里面吹气，也是安全的。难怪它几乎就长在了所有坦克的炮管上了。但是也有例外的比方说法国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就没有见到这个东西嘛？难不成他们的炮管是不抽烟的吗？那是俄罗斯的 T14阿玛塔坦克，它的炮管呢的确是不抽烟的，因为人家的炮塔里面是没有人的嘛。但至于勒克莱尔它是要抽烟的，不过用的却不是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个装置，而是另外一个专门的吹气装置，会在每次开炮后呢单独开启，把烟子给吹出去。所以相对来说呢就稍微复杂了一点，但似乎并不影响原本就喜欢复杂的法国人嘛。当你开枪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就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同样，当你开炮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是不是也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呢？问题是有那么大的消音器吗？还真有不信你看。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接着讲榴弹炮上那些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照片中装着炮口消音器的是一台德军的 M109G 自行榴弹炮，这是西方一种非常常见的为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提供火力支援的武器。为了将弹雨更有效地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呢，它拥有相对较长的炮管和较高的炮口出速度，同时呢还可以装入多份的推进药来进一步的提高炮弹的射程。但结果就是动静相当大。有什么东西可以减少动静呢？消音器可以吗？在说可不可以之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枪炮射击时之所以会发出巨大的噪声，主要有3块来源。一是伴随子弹飞出枪口的大量火药燃气突然膨胀时发出的爆鸣声，二是子弹超音速飞行时发出的音爆声，三是各个部件之间的机械撞击声。其中第一项带来的噪音最大，也正是消音器试图要抑制的对象了。它采用的基本原理就是让火药燃气不是在枪口突然喷发膨胀，而是逐级扩散消耗的。为此呢，消音器通常有这样几个结构类型，一个是利用隔板。在这样的消音器里面有很多个或垂直或倾斜或呈现出碗状的隔板依次排列，它们由金属或者是橡胶制成，只在中间留出能够让子弹通过的小孔。于是原本跟着子弹一起前进的高压燃气就这样被一级级的阻挡了下来。
同时还能形成涡流，进一步的减缓冲击的速度。等膨胀到最后从消音器的出口挤出来时，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声音自然也就小了。第二种类型是在材料上下功夫，可以利用多孔的材料，比如缠绕的钢丝网或者是铝屑填充层，利用它们之间的缝隙来增大火药燃气膨胀的阻力，从而减缓冲击速度，吸收多余能量，降低出口噪音。第三种是直接使用密封垫来阻挡燃气的，它是最简单干脆的。就是在消音器的圆筒里面塞进去数层用橡胶、泡沫等材料制成的密封垫，中间开小孔，甚至是不开孔，让子弹和燃气硬生生的从中间挤过去。燃气的速度是降低了，但对子弹的速度也有影响啊。而且用过几次之后呢，密封垫中间的开孔也被撑大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通常不会单独使用它。实际上，现代武器上的消音器一般都是以上这3种形式的组合，以便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但这里通常有个误会哦，都是被影视剧给骗的。你以为装上消音器的手枪在开枪时只会发出啾啾啾的声音吧？但其实根本不是的，它的响声依然可以惊动邻居。消音器最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为了保护射手的耳朵的，所以榴弹炮上的消音器是为了保护谁呢？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位置遭到暴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投诉，不被远在1英里外的民众投诉。是的，欧洲是一个狭小的地方，从德国梅彭市的市中心只需要走上1英里就能够来到陆军射击场了，而响彻天际的开炮声只需要用5秒钟就传到了正坐在小广场上享受着啤酒的人们的耳朵里面了。请问他们的内心还能够继续淡定吗？但士兵不能不训练啊，要训练就要开炮，要开炮就有噪音，有噪音嘛，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台巨无霸消音器了。至于它内部结构长啥样呢？我也不知道，但从它造价20万美元来看，应该用上了不少的好东西吧。来看这个视频，一枚火箭弹呢正在朝 MEA 准确的射过去，显然击中了它的炮塔。你看啊，它就像是一个被点燃的蜡烛一样，冒起了熊熊大火。所以坦克主燃的结局会很惨吗？其实并不会啊，这是 MEA 被炸过之后的样子，看起来还相当的完整。要不是美国人财大气粗，直接把它丢弃的话，拖回去稍微一修呢，还能继续使用了。刚才那个爆炸起火其实是有点故意为之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弹药仓放到了炮塔的后边，与成员舱之间呢隔着厚厚的防爆板，只会在每次装弹的时候短暂打开。而在弹药仓的顶部啊，虽然也使用了足够厚重的装甲，但是相对其他部位呢，在用螺栓固定在炮塔上时会稍微弱那么一点点，所以一旦被击中引起了弹药仓爆炸，它就会首先将顶上那个较弱的板子炸飞，把能量释放到外面去了。虽然看起来很火爆，但是却用这样的方式保护了里面的安全。这是一个弹药仓爆炸时内外视角不同的画面，虽然比较模糊，但是呢也能看出它们之间巨大的区别了。这个故意被设置来容易炸飞的板子呢，就叫做防喷板。而实际上，为什么美国不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在自己最先进的主战坦克里面使用自动装弹机，这种尽可能保证成员安全的储弹方式，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了。因为一旦使用自动装弹呢，弹药和成员之间的物理隔离就没法做得这么彻底嘛。那美国人究竟有没有考虑过自动装弹机？他们又会把它设计成什么样子呢？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后面就讲给你听啊。虎式坦克上面的主炮原本就是用来防空的88炮，那么问题就来了，它被装上坦克后还能再打下飞机吗？当然是可以。它真实的就发生了一次啊，简直堪称航空史和装甲史上的双料奇闻了。1943年底的东线战场，德军正在从溃败的列宁格勒围困战中撤退。当时负责为其掩护的是第502装甲营，他们装备的呢大多都是性能强悍的虎式坦克。其中有一辆的指挥官名叫奥托·卡利乌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坦克王牌，确认击杀的记录超过150辆，胸前别着代表最高荣誉的橡树骑士铁十字勋章。然而跟他下一个记录比起来，前面这些似乎都很普通了啊。为了追击这些落荒而逃的德国人呢，苏联派出了他们的杀手锏一流声 IL-2 对地攻击机，带足炮弹，挂上炸弹，甚至插上火箭弹，发动一波又一波不间断的攻击了。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干啊？因为这架飞机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嘛，即便是算上民用飞机，它也是整个航空史上产量最多的飞机之一了。而且不光多，还真的是很好用啊。
能装大量的弹药不说，其正面呢还覆盖着一块完整的装甲，在俯冲攻击时就给了飞行员极大的安全感，让它成为了公认的二战期间最好的对地攻击机了。你想，在这种来自空中的强大压制面前，德军的撤退有多艰难啊！地上的老虎再是王者，他也管不到天上去啊！奥托尤为沮丧啊。虽然 IL-2不管用什么弹药都是打不穿他的坦克的，但是他们也只能是在这种攻击下呢，被迫缩在装甲里面，几乎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嘛。既帮不了被痛揍的其他单位，也无法为自己加油和补给。当然，也更加不可能伸头出去用防空机枪扫几架敌机下来了。你应该还没有忘记我们刚才说的 IL-2 的头上是有装甲的，机枪奈何不了它，但是它发射的机炮分分钟就能灭了任何敢冒头出来的坦克手了。怎么办呢？在这个区域，德军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嘛，难道就任着苏军的飞机欺负吗？奥托再也忍不下去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就在他的脑中成型了。用坦克炮来打飞机，没错，尽管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虎式的主炮原本就是防空用的88炮，但是第一，虎式里面没有一发是高射炮弹。第二，它的射击系统呢，根本就不是为了打高速移动的物体而设计的，是无法设置像防空炮里面的瞄准提前量的。实在是要打，顶多只能去蒙了嘛。蒙就蒙啊！奥托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的炮手尽管觉得不可思议，还是决定豁出去，跟着感觉走一把。于是他们就利用自己唯一的优势，那就是掌握了苏联飞机的进攻节奏嘛，提前摆好架势，在新一波飞机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一刻，朝着他们开出了一炮。第一发没有打中，但奥托并没有放弃，而是指挥炮手重新装弹，再次通过声音判断出正在接近的敌机后呢，开了第二炮。这一次炮弹穿过了一架 L-2 的机，丢掉一半翅膀的飞机呢，于是冒着浓烟一头就栽到了冰冻的土地上，窜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所有人都看呆了，只有奥托的车内响起了一片欢呼啊！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坦克炮打下了一架飞机。终于有新车上市了我说的是战车啊，更准确点讲是坦克。德国莱茵金属最新推出的 KF51黑豹，号称是属于未来的第4代主战坦克了。由于目前只有官方给的宣传册可以看那我们就只好先盘盘那些在纸面上看起来比较酷炫的数据呗。对了重点看炮塔因为它的底盘呢只是基于豹2小改了一下，似乎没有太多的亮点。你看宣传册上敲黑板的地方，全都集中在这个上面嘛。我们来挑几个，首先是全新的130毫米滑膛炮了，世界第一毫无疑问，至少在口径上嘛，比其他120毫米的炮呢大了一圈，是肉眼可见的杀伤力提升啊。同时，这门火炮也是由数字化加持了的，通过一个所谓的未来火炮系统，数字和光学的综合信息将同步显示在车长和炮手的屏幕前面，让他俩都可以对开火做出决策。其次估计是人力成本上升太快了，他们终于决定让机器来自动装弹了。20发的备弹量全都可以通过自动装填机来搞定，同时也能在几个不同的弹种之间呢灵活切换。然后你看这个部分搭载的是一架无人机，它可以随时起飞，把车内的视野带到上帝视角，可以让成员在不冒头的情况下洞察四周，也能够更好的隐蔽在建筑物的后面发动视距外的攻击。可以用无人机自带的 7.62 毫米遥控机枪，也可以发射坦克上面的4枚 Hero 120反坦克导弹。另外一些亮点呢，还包括屏幕真的很多基本上你可以把车身想象成是透明的了。只需要3个人就能够操作，而且每个人的前面呢都是一套可以完全控制坦克上所有功能的系统了，因此缺了谁也能够由别人顶得上嘛。不过空间呢其实是够坐4个人的，多出来的一个可以是战斗力倍增器嘛？不，应该是倍增角色。好了，我感兴趣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了，漏掉的你来帮我补上呗。